新加坡时间2025年8月7日周四晚间的7点整，昨天呢，比特币价格来了一波回撤的行情，这波回撤依然没有跌破比特币的多头曲线。那守住多头曲线以上的时候呢，是否代表这个多头能够延续上一波的涨势？在接下来的区间，我们应该要注意留意哪一些潜在的交易机会？通过我今天的影片，快速跟大家去跟进一下比特币潜在的一些交易机会。还是一样从技术面和基本面进行分析啊。首先是基本面。比特币下跌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命令，概述对美国一系列贸易伙伴贸易关税之后发生的。那这些关税将在7天后生效，略晚于特朗普8月1日的最后期限。但市场仍在寻求对即将到来关税的更多明确信息，特别是考虑到华盛顿和主要全球经济体达成了几项最后时刻的贸易协议。特朗普的关税被认为美联储的主要不确定性来源。美联储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将保持利率不变，直到关税的通胀效应变得明确。那同时呢，美联储的言论在本周也打击了风险偏好，进而给加密货币市场带来了压力。虽然贸易关税不直接影响加密货币，但它们对市场的情绪会影响到比特币等投机性的资产。然而，更高且更长时间的利率确实对比特币构成一些直接压力，它们往往会降低高风险投机性的资产吸引力。同时呢，7月的就业增长缓慢，显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疲软的就业数据和大幅下调可能会促使美联储考虑在9月会议上降息。数据发布后，期货交易员将降息可能性提高至 63%， 高于前一天的 40%。接下来是技术面分析，从日线级别 K 线可以看到这两个点比较明确，一个是历史前高点12万美金，是一个强势的大阳 K 突破。因此呢，我们左侧判断就会突破回撤，应该是有支撑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尝试做了一次多单。这是我开单的仓位情况以及具体的收益图。同时呢，我的保证金仓位保证金只使用到了50U。那开单的所有的数据来源均取自于我们的交易指标平台。指标平台的话，给到了我们一定的参考意见啊。当然，现在是 L3 的阶段。其实是比较观望的态度啊，它不太适合做多，也不太适合做空，应该是保持观望，不需要去进行开设仓位。我是因为今天的视频教学呢开设这一单啊，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开设仓位，保留好自己的子弹。那么我们的状态给出 L1 或者是 L2 的时候呢，是可以进行做多信号的。那同时呢，我们再去做多的时候呢，也不要去看1小时的时间线或者是1分钟的时间线，你可以把时间线稍微拉长，比对一下我们上一轮的周期啊。那在我们的这个 ETF 的净流入下方会有一张图表，这是结合我们在上一轮牛市和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这样一个路线图啊。那你会发现它其实大体上都是一模一样的，最终走向的话和我们预计判断的10月和11月是历史最高点是比较一致的。那大家其实也可以拭目以待，因为我们相较于8、9月份的话是比较疲软，市场疲软的一个时期，那么10月或11月可能会真正迎来一个历史爆发点。所以呢，在保持相对乐观的行情下呢，我们应该还是以做多为主，不应该做空。如果你要吃短期的收益的话，做空是可取的，但如果长期来看的话，做空其实不可取。对了，大家要记得每天去平台进行签到，那这些经验值的话将作为后续空头发放的一个资格凭证。你只需要注册交易所并充值对应的 USDT， 你就可以获得到价值 888U 的 SVIP 的享受。那同时它是100个席位，先到先得。使用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轻松注册币安全球第一交易所，享受手续费减免 20%。OKX 最强新人福利，数字盲盒最高返现 20%， 以及独家签名的 XT 交易所，拥有全网最高的合约返现比例 20%， 现货比例 49%， 赶紧注册起来。另外，我们的跟单平台现已开放，可以利用手上闲置的资金进行跟单，赚取意想不到的收益。这里不建议小资金进行跟单。同样，我们在 XT 交易所上面也开启了 AI 量化的跟单，有闲置资金的话，可以选择跟单体验下，赚取意想不到的收益。我们继续回到技术面分析啊，比特币呢在之前这边进行盘整，然后呢往下跌，跌到这一带呢就止住了，因为它是之前这一带的高点，随后呢出现了一个不错的反弹，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样一根 K 线呢，其实是一个看涨吞没的 K 线，反弹到这一带的低点附近呢，给人的感觉就是受到了一些阻碍。那这边的话是盘整跌破了这一带，应该是支撑主力互换。随后呢，这边一直站不上去，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呢会觉得背靠这个主力去做空的时机，但是呢我们不尝试这样去做，因为这一带如果重新站上去，我们会觉得这边呢从小级别，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是日线啊，随后可能会出现4小时或者是1小时级别比较大的一根阳线，那只要出现这样的 K 线，
你就可以跟进去，因为它会小小的回落。那这个时候你跟进去之后呢，它其实会涨到更高的地方去，至少是把前面3个比较临近的高点拿掉。但目前来说呢，始终是没有突破上去。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小级别它到底在怎么进行突破。那这是4小时级别线啊，我们可以看到好像尝试突破，但并没有突破完成。随后呢，又再次进行突破，也没有站上去。那这个确实可以给很多人一种感觉，就上不去了，所以要在这个方向上去做空。做空呢，这是大多数人的做法，可能未必是对的。那么再看到1小时级别的话，也是这个样子。前面这一带呢，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支撑，主力互换位。但是呢，如果说这边累积一些空头，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至少1小时级别的大阳线给它站回去。随后呢，它1小时级别的大阳线呢，其实已经出来了，就在我们这边正箭头表示的这个地方。突破之后呢，它就会重叠什么区间呢？你可以看到这里是 VAL， 只要突破之后，少少会有一些回落，都是加仓做多的机会。我们会认为它至少会来到这里，把此前的高点给它拿掉。不过呢，目前来说，我不认为这边是所谓的背靠主力去做空的一个位置，因为你可以看到来到期货这一边呢，也是我们一直所留意的。从日线级别来看，上涨，然后呢，这边留了一个缺口，目前来说跌下来把缺口补上了。如果说重新拉回去之后呢，你说这本身是不是一种强势？如果说你要在这边去做空的话，那因为这上面还有很多流动性，那你的止损点位放在哪里呢？我觉得不是特别的清晰啊。而且呢，还有3天左右就会到达一个满月周期，也就是在这附近。满月的时候，并不是说非要等到那一天是阶段性的低点，一定是这样子吗？不一定。因为在满月这一个周期附近呢，它都有可能相对来说是历史性的阶段性底部。所以呢，在这样一个位置呢，我不是很考虑去在这个方向上开空啊。那这个是我们平台给出来的一个指标态度。就目前来看的话，积累更多人在这个方向上进行做空呢，其实毫无疑问的话，会代表一个危机的解除啊。那么它会继续往上涨，一切看起来的话，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那当然也会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假动作。如果说站上去这个高点之后呢，把前面这一带的高点拿掉。随后呢，它又跌回来，急速的往下跌啊。那这个地方可能会觉得它是唯一有机会能做空的这一个标准。当然呢，我们也在之前说过，不要轻易做空，因为这是一个曲线看涨的一个时期。你要记住，它现在的话一定是要去填补到之前的这个期货缺口的啊。那我们这边也可以明显看到，这边是少了一部分的。所以呢，它可能在填完这一个缺口之后呢，会进行到一个比如说明显的急速跌。当然，我都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正常健康的一个走向啊。以上就是关于比特币基本面和技术面的分析。那由于目前正处在一个学习的阶段啊，这个过程当中很可能有一些各项指标啦，都是学习，但是并没有实践过的。那本身对它的一些专有知识的话了解不深。有些地方可能会讲错，那还请各位观众来进行多多包涵。那不是说撸毛撸不动了，是我们要急速转型，然后做一些更多的事情。